比如硬挺的裤子才能够更长肉，梨形人应该要避开垂坠柔软的布料等。这些压褶是不能看起来蓬蓬，可以透过这个压褶来修饰掉臀部比较浑圆的肉感。我觉得根本是设计来造福梨形人的。今天会点进这支影片的你，应该跟我一样是深受大屁股的困扰吧？臀腰比差太多，可能上身穿 S， 但下面需要穿到 L 号。每次穿裤子的时候，要么是腰是合身的，但是可能卡在屁股拉不上来，或者是穿上去后腰可能会太松，导致裤子跟裙子很难找，衣橱可能放眼打开都全部是洋装。那影片前半段呢，除了介绍万年的宽松洋装，后半段呢会汇整出4种是适合梨形身材的版型，还有穿搭技巧。哦，对了，这次有办抽奖哦，只要订阅我们，并且在下方留言，会抽出1位幸运儿，送出男女通用，还可以装笔电容量超大的帆布包哦。一开始我们先来科普一下什么是梨形身材。那所谓的梨形身材呢，跟大屁股这类的问题最常遇到的极端困扰是，可能上身穿 S， 但下身要穿 L， 甚至到 XL 的极大落差，其实就是假胯宽，臀部跟大腿中间会有视觉上很明显的圆圆凸起。那除了在衣服尺寸上挑选比较困难之外，应该都不希望明显看得出上下身的断层落差吧。那首先呢，就来介绍最常见而且不太需要思考的穿法，就是洋装啦。但洋装在版型上也是需要做些挑选的，比如说像是 A 字裙的洋装就蛮适合梨形人的，它能够凸显我们就是梨形人身上可能比较瘦的优点，同时又遮蔽掉我们比较在意的臀部。但记得适时的将自己最瘦的地方露出来，比如说像是锁骨、肩膀、脚踝等等，或者是可以利用配件搭配的方式转移目光，让焦点不会只注意在臀部。另外呢，如果你希望穿洋装能够展露一下腰身的话，会比较不建议用皮带直接呈现腰身，因为反而可能会更暴露腰臀比的落差。会比较建议用腰链、丝巾跟披巾的方式，稍微营造腰身，把腰的位置抓出来就好了，而且还能够适时的把臀部更包覆起来。或者是可以上身搭配马甲，把宽松的洋装稍微包覆起来，也能够营造出腰身感。洋装部分就介绍到这边啦，那接下来主要来到我们的重头戏，是下身单品该如何做挑选。不过其实怎么穿搭，或者是穿起来是胖是瘦，这都是很主观的，没有绝对的标准，也没有说怎样的方式是最好的，也不会因为说穿了某件衣服之后，就像变魔术一样，穿上去后问题都不见了。而很多梨形女孩呢，其实很想要尝试裤子跟裙子，但碍于身材的问题，只好选择洋装。但其实只要挑好版型跟抓好比例，或者是透过转移注意力、视觉错视的方式来做修饰，都是可以透过裤子跟裙子来营造造型感哟。那这边有4个版型是比较推荐的，分别是茧型、A 字、喇叭宽裤跟直筒宽裤。首先茧型呢，其实这样的轮廓设计很常运用在裤子还有裙子，主要的特色是它在臀部以下版型设计的比较宽大，在接近脚踝处的时候会稍微的变窄，它能够非常顺畅的沿着腰跟臀部，不会在臀部那边有很古怪的紧绷感。这样的轮廓也就是茧型的招牌特色。我觉得根本是设计来造福梨形人的。那因为茧型的弧形通常是设计在大约是大腿至膝盖的那一带，整体的重量是往下的，所以垂坠感会让视觉感也跟着往下，也会显得臀部没有相对的那么大。那版型上呢，也可以大胆的选择中高腰，把腿长的优势拉出来。那上衣搭配呢，会比较建议是可以选择短版的，或者是可以扎起来，营造出7:3的比例。那如果想要更修饰臀部的话呢，可以前面扎起来，但让屁股两侧的衣服是留在外面的，或者是穿一件衬衫当外搭，不要扣，然后视觉能够修饰掉臀部的两侧。那这时候你就会想说，所以是不能够搭长版上衣吗？那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搭配长版上衣，但会比较建议是以一软一硬、一轻一重、一宽一窄的原则下去做搭配，或者是可以改成是开襟或者是开叉设计的衣服，让腰部的位置能够露出来，才不会显得整个人的比例怪怪的。那裙子的话呢，同样可以秉持一软一硬的原则，及搭配长跟短的7:3比例。那因为我自己也是臀部比较宽的，从过往的穿搭经验中发现，如果平时长度可能穿刚好是盖屁股的宽衬衫，而且全扣的话，长度是刚好落在茧型裤最宽的地方时，可能相对的就没有那么修饰了，会有点像是五五身，也没有善加运用到茧型的优势了。建议呢，会让衬衫可以当成外套穿，露出腰线的位置比例会更好看，而且在搭配上的层次感会比较丰富一点。哦，对了，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大家之后可以注意，就是要注意说这些压褶是不能看起来蓬蓬的，要平平的，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压褶来修饰掉臀部比较浑圆的肉感。那如果平时不习惯穿短版或者是扎起来的话，那就干脆让它的搭配长度至少是要到膝盖的上衣，那也是另外的一种3:7穿法。看到这边，如果大家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了订阅我们，还有开启小铃铛，一起跟我们享受穿搭的乐趣。
再来就是 A 字版型啦，这应该也是梨形人蛮熟悉的单品，其实有点类似像洋装中的伞裙的道理。A 字的版型能够完美的将梨形人最在意凸起的臀部用视觉的方式去模糊掉，而且反而呢，因为下摆比较宽大的设计，能够凸显出臀部比较小的错觉，而且屁股即使比较有肉的话，也会觉得哦，应该是你屁股很翘的关系。那 A 字裙在搭配上，我觉得无论是长版、短版都还蛮适合的。那 A 字裙的重点是在于如何和谐的搭出好的比例，那关键是在于上衣的长度尽量不要盖过屁股，不然卡在 A 字渐渐散开的地方，我会觉得有点可惜。那如果与 A 字大概概念的裤子呢，那就是大喇叭宽裤了。那喇叭裤有分大的喇叭跟小的喇叭，那它们主要的差别在于喇叭开的位置。大喇叭呢，它是从臀部这边开始越做越宽，那小的喇叭呢，它是从膝盖以下才开始变宽。那梨形人最适合的当然就是大喇叭啦，它是利用大于臀宽的宽裤管，营造出屁股相对没那么大的视觉效果，也能让臀部跟腿部的线条是很匀称的。比如说像7分的短裤啊，它 A 字的版型也算是大喇叭的概念，很巧妙的让你有一种穿裙子的错觉，也很巧妙的将臀部收得好好的。那裤头的位置呢，尽量选择中腰而非高腰。为什么？不是高腰才能够拉长腿部的比例吗？如果是身为梨形人，应该都蛮懂的，就是你很常想要穿漂亮好看的高腰牛仔裤，但是就是因为臀腰比落差太大，要么腰围刚好但屁股过不了，不然就是屁股拉得上去，但腰就是会有一点那么的空隙。而中腰的位置呢，刚好是介于臀部跟腰部中间的位置，是既能够营造腿部比例之外，也是取得了臀腰尺寸的中间值。那这边要再额外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经验，会遇到客人腰很瘦，但屁股大腿是特别的有肉，穿平时的尺寸还是会觉得有一种蛮崩的感觉，也会在盖皮前面有2条线条没那么顺畅的折痕。这时候呢，如果尺寸还可以往上调大1号的话，我会建议是可以再挑选大1号，它让臀部的地方是能够保持一点松分，线条才会因此比较流畅。那如果裤管有点长的话呢，也可以搭配这种稍微有一点点跟的鞋子去拉高腿部的比例。但这样的做法呈现的视觉当然是还蛮主观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自己的下身尺寸还要再穿大1号，或者会觉得穿大1号不是下身变得更大之类的想法。但这也是一种做法，提供给大家之后也许可以试试看。终于来到最后的版型介绍啦，直筒宽裤应该是一些梨形人本身应该蛮熟悉的版型，因为梨形就是屁屁跟大腿的肉比较多，所以容易看起来圆圆的。那直筒宽裤的优点就是能够模糊掉那样子的圆润感，它是能够将那个线条拉直，可能顶多会觉得说你的臀部是宽的，但至少不会感觉肉肉圆圆的哦。然后另外想补充，如果是遇上那种有松紧腰的，会比较建议是可以搭配刚好能盖过腰头的上衣，它能够修饰掉臀腰之间的那个曲线落差。那直筒裤的材质选择还有一些剪裁上可以怎么做挑选？首先呢，有几个迷思，我觉得可以试着打破看看。比如硬挺的裤子才能够更长肉，梨形人应该要避开垂坠柔软的布料等等。但这样子的论点，我想要再补充的更完整一点。其实柔软垂坠感的布料是取决于布料的磅数如何。很轻薄的当然就是你屁股长怎样，它就很老实的呈现怎么样。但如果当垂坠柔软的布料磅数是够的话呢，反而能视觉穿起来顺顺的之外，也因为磅数够的关系，有点重量的垂坠感，反而能够让整个臀部跟大腿的线条是更流畅的哦。那长度的挑选呢，会建议挑选长度是稍微落地一点点的款式，或是稍微能够盖起鞋面，或者是长度能够落在刚好小腿的1/3处。因为如果长度是刚好落在脚踝的上缘一点点，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裤子有点太短的感觉，反而会显得腿有点短短胖胖的。但如果遇到这样子的裤长呢，其实也是可以利用跟鞋去延伸脚的长度，就能够解决出这个长度有点尴尬的问题了。那直筒版型上呢，同样可以选择中腰的。那如果屁股跟大腿是特别有肉的话，也可以按照我前面喇叭裤有提到的论点，可以挑选大一个尺寸。那如果你是蛮有腰身的话呢，也可以试着将这样子有点凸显腰身的感觉，上身可能穿短版或者是比较贴身的上衣，营造出有一种你下身故意穿得很宽松的感觉。如果不想挑大一个尺寸的话呢，也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用视觉遮盖，可以选择加一条披巾是绑在那个臀部。拉的位置大概落在45度角，也能够有修饰，而且是转移焦点的作用哦。另外，如果是版型做比较偏大一点的中腰直筒裙，只要材质上是有一定的厚度跟磅数的话，比如说像是这件皮裙，它也是梨形人可以试试看的哦。
对了，还想要补充一个部分，是我自己额外蛮想要另外分享的，就是也是遇到有些客人蛮喜欢可能一些款式，但是刚好那些款式可能会不如自己下身的缺点，比如说像是真丝的直筒裙啊，然后鱼尾裙那种弹性的贴身喇叭裤之类的。但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穿，那这边就要来分享可以什么样适时的将它们隐藏起来，而且跟它们其实有存在哪一些的优点。首先呢，上衣的长度至少要盖过屁股的下缘或者是大腿的一半。而且必须是有一点偏那种伞状啊、宽版，而且是材质比较挺的款式。选择宽版上衣就是为了要模糊掉臀部那边可能会凸起的落差感，也必须透过比较长版的上衣来做修饰。那材质上挑选有挺度的，而且是磅数足够的，不然太贴身太软的，可能弹性针织反而会更贴合你的臀部。那透过上衣盖掉屁股跟大腿的上半部后，露出的地方是比较靠近膝盖、相对比较瘦的部分。那这些离行人可能避而远之的下身单品，其实他们也可以变化成是另一种内搭，不会说只能够单穿。毕竟谁说衣服一定只能一种穿法？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啦。其实穿搭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可以感觉自在又有自信，不需要被一些小细节困住。那如果这些技巧是对你有帮助的话呢，记得按下储存，不怕未来找不到影片哟。所以如果你有其他穿搭上的烦恼，或者是你也同样为离行人的话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补充更多离行人穿搭上的小技巧跟我们分享。那影片中提到的衣服呢，连结都会直接置顶在留言处。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未来我们会持续发布更多的穿搭影片哦。那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把它放在电脑看。但喇叭裤有分大喇叭跟